Explore Grip Pro 是一個額外的配件，不買對畫質也沒有影響。體積更大，重量更重，組裝麻煩，換電池也麻煩。所以如果你問我該不該買，我會說建議你考慮清楚。但事實就是它的前身街拍配件賣得不錯，這讓我大受打擊，不是大為震撼。在短影片的時代，我們還有必要追着 8K 跑嗎？在 CCD 重新崛起的時代，有沒有可能大家想要的並不是一個強大的配件，而是一個好看到讓你願意帶它出門的飾品？你可能注意到它的組裝是稍微有點麻煩的，但你不能否定，有一群人甚至很多人喜歡的就是這種小麻煩的儀式感。喜歡拍底片的人，喜歡修圖的人，你知道過程不影響結果，但你就是會忍不住想要去體驗那個過程，療癒自己。你對手柄不一定有興趣，所以你可以快轉去看其他你有興趣的段落，包括最新的濾鏡、變形寬螢幕、黑柔等可不可以買，還有最新的色彩風格、徠卡色彩跟富士色彩，推薦哪幾個，推薦相機怎麼設定等等。那我先把手柄慢慢的講完。我好像從來沒有在我的頻道開箱過禮盒，對不對？給你們看一下，超級好看的，感覺很適合放在我的垃圾桶裡面。好看啊，真的很好看。可是我好像是一個不太注重禮節的人，我也在思考說，你們會想要買禮盒這種東西嗎？就是它需要這麼漂亮嗎？因為你收到之後，這個盒子也是丟掉。我後來有想到一個可能啊，馬上不是尾牙了嗎？送這個應該比送那一小小盒有面子很多吧？各位老闆，尾牙抱個10盒回去吧。Explore Grip Pro 其實有很多實質的好處，更舒適的攝影握柄，更安全的快拆腕帶，更符合人体工學的握持體積，加上機身電池共2倍多的電量，還有讓人最難以抗拒的直覺的回彈快門鍵，擴充了3.5mm麥克風孔，以及自定義帶有觸覺回饋一段一段的旋鈕，還有單眼相機才有的變焦撥桿。快門鍵是有螺紋，像小螺絲那樣的小紐扣，原則上你可以 DIY 選個喜歡的，但我實在是沒看懂到底要去哪裡買其他的。原本的也不醜，你就先用原本的吧。旋鈕我習慣跟單眼相機一樣控制曝光，所以在電影模式會設快門速度，在其他的模式我會設定成曝光值。不懂相機的話，推薦設曝光值，這是一個能讓你的畫面變亮或變暗的東西。就等於你過去一直嫌 S Pro 2的畫面太黑的話，那恭喜你，现在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調亮。變焦撥桿支援最高2倍的變焦，而且是無段式的滑順變焦。雖然我覺得它的變焦速度有點太快了，但也許你會覺得這樣更有 DV 的味道。因為感光元件是8K 的，所以4K 2倍縮放，原則上畫質損失會不明顯。官方是說零損失，我覺得這有點誇大了，但就是畫質還是能維持得不錯。那握柄是皮革包覆柔軟的內襯，這個握持的手感真的很像入門級的小單眼，而且握感會比很多我用過的卡片機還要厲害。整個外觀跟體驗都非常好，很建議你去實體的門市摸摸看。所以手柄可不可以買？我覺得以體感來說，相當的優秀，再搭配它的肖像模式、色彩風格跟外接濾鏡，畫質不一定能勝過其他的相機，但拍出来不修圖的成品也絕對可以排進 Vlog 設備或自媒體拍照的設備考慮清單。S Pro 2的鏡頭實在太廣了，如果不變焦，拍出來的素材都是廣角，會非常不好做視覺上的變化。太廣也不全是壞處，相應的好處是自拍 Vlog 會變得更容易，感覺很像拿着一台卡片機在自拍，握持很有安全感，卻可以得到更廣的視角。這也是為什麼我說它可以排進 Vlog 的設備考慮清單裡很重要的原因。你會發現我的翻轉螢幕沒有遮光罩，因為它是磁吸的。平常我推薦你裝着，充當螢幕的保護蓋，要用的時候輕輕掀起來，可以在太陽底下物理性的遮住大部分的光線，讓你看螢幕更清楚。但反過來自拍的時候會需要把它摘掉。我們先講色彩風格，這是升級之後 S Pro 2的色彩風格終於放棄治療了，居然有18種，有些名稱還超浮誇，什麼徠卡永恆、復古港風、南法假日，名字越怪越不推薦。我自己喜歡日韓那種清新調，不喜歡歐美那種高對比的濃豔調，所以我個人推薦的濾鏡會集中在這幾個，像是經典的清晨 Orange and Teal。膚色更高光，有點失真，但算是非常基礎耐看的進階調色風格，你可以試着拍拍看。然後是富士濾鏡的 CC 底片，它是富士濾鏡裡面色彩偏離感最輕的，高光往綠藍一點點，那膚色偏橘，有點類似清晨，但整體更接近原始的色彩，適合剛開始嘗試色彩風格的新手。我自己主要也是用這個。最後是徠卡濾鏡的徠卡鮮豔，它是基於原始色彩的基礎去加深色彩的濃度。
建築物色彩濃郁的場景可能會濃到有點不舒服，但在陰天室內色彩變化有限的地方，可以讓整體的色彩更出來一點，更濃一點。我自己主要就用這3個，其他的你們也可以玩玩看。比起色彩控制曝光，我覺得遠大於調色。我知道新手根本不懂曝光金三角是什麼，所以我推薦你把滚輪設定成曝光值，然后多拍幾次，你就大概知道自己適合的曝光值了。除了曝光值 ，S Pro 2現在有肖像模式，新手建議先進到拍照、錄影、Pure Video， 直接右往左滑，把所有的肖像模式無腦打開。雖然畫質會損失一點點，但人臉的曝光和膚質的柔化都會更好。除非你完全不拍人，那就可以不開。最後講講濾鏡，他們其實有推出超多，有超廣角、微距、星芒、電影鏡頭，還有黑柔。電影濾鏡在影視行業叫變形寬熒幕鏡頭，在拍攝光源的時候會把它拉成長條的絲狀，是在電影工業很常見到的鏡頭。也是這套濾鏡裡面讓我感到最新奇的，它目前還有很多沒有先告訴你的奇怪限制。例如，你不把模式停在錄影或拍照，你就不能把鏡頭管家切換到電影鏡頭。停在 Pure Video 也是不行的。裝電影濾鏡的時候 ，S Pro 2會引導你開啟 iLog， 但它沒告訴你在 iLog 模式下，你不能開啟色彩濾鏡，也不能開人像模式。能理解，我可以自己調色，但是不能拍 100P 跟 120P， 也不能拍 8K， 這就有點尷尬。但我發現一個解決方案，你可以只裝上電影鏡頭，但不把鏡頭管家切換到電影鏡頭，直接設定成標準鏡頭，這樣你的畫面就是沒壓扁的16:9，素材還是保留了一點拉絲效果，而且可以正常的變焦。重點，你也可以正常在一般錄影模式下選擇 iLog。所以鏡頭管家是選好玩的嗎？看 Insta360後面會不會修正吧。黑柔濾鏡算是我超級推薦的濾鏡，它可以讓高光暈開，組裝簡單，可以直接蓋在原本的保護鏡上面，整體像套了一層薄紗，但又不會太過朦朧，算是建立個人風格很好入門的一片濾鏡。其他還有像超廣角，視角比現在再廣1.5倍左右，來到189度，自拍怪物。微距鏡頭，喜歡近拍食物公仔小模型的人必裝。星芒鏡，將夜間的光點變成有銳利星芒效果的濾鏡。如果你覺得太多了，你不一定用得到，我推薦買傳承套裝，裡面只有2片濾鏡，電影和黑柔，這2片應該是最泛用的濾鏡了。Insta360致力於將相機的感受帶給運動相機，這個想法相當的大膽，我很難斷言告訴你這值得。可是現在我把它帶出门的一段時間，我發現比起以前的 S Pro 2，我更愛它現在的樣子。的確，它其實什麼都沒改，只是換了個殼。我這樣講好像反而有點像在推銷你，但在情感面，我的確很久沒有在一個設備上面感受到這種握持着小相機記錄生活的感動。工作上我會用專業的單眼相機，生活裡我用的是手機隨便自拍。選擇帶一台小巧精緻的相機出門，不一定會拍下什麼了不起的大作，但在體驗生活的樂趣時，按下快門的那些時刻，反而會讓拍攝變有趣。或者說這就是個智商稅，我不敢斷言啊，但我可以跟你保證，以後他退休，他就會變成一個百事供在我的收藏櫃，很漂亮吧？比那什麼過氣的力。有相關幫你生火或滅火，請留言告訴我，你們的回饋都是我繼續更新的動力，謝謝你們。我正在努力，一個人當3個人用，自媒體真的好難啊！我努力一下，謝謝你們。頻道來了，我是詹斌，我們下次再見嘍，拜拜。